功夫这部电影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猪龙城寨娘娘腔裁缝了。单看人家妖娆的跑步姿势、性感的红内衣、风骚的说话语气，谁都不可能想到这货居然是隐藏在世间的绝世猛男。当他戴上类似手铐一般的铜环，本以为要上演羞羞电影的我，活脱脱的看了一场奥特曼变身环节。上一秒还唯唯诺诺，戴上铜环立刻就重拳出击。那么娘娘腔裁缝到底是用的什么功夫？为啥要戴上铁环这么尴尬的东西呢？这套拳法名为洪家铁线拳，属洪拳体系，也是洪拳的代表拳术，同时也是少林外家拳之内功手法，专门锻炼手前臂部分攻击防守，是广东石虎之首铁桥三的绝技，后由铁桥三首徒福成传授黄飞鸿。此拳以畅通血脉为主，具有壮破健体、反弱为强的功能。洪家铁线拳主要以12字诀为用，刚、柔、逼、直、分、定、寸、提、留、运、制、定等12支巧手。练此拳法要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急而不乱，虚而不迟。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洪家铁线拳对发劲及七情声息发音位非常看重，也就是说，这套拳法的每一式发音皆以调节五脏六腑为主，脏腑得调，气血循环有序，阴阳和合，能尽力达内外，所以才能获得强筋健骨之效。练习洪家拳的历来先辈在掌握这一技巧后，往往都非常高手。想要长命百岁的小伙伴，这不比喝点什么神仙汤吃仙丹要来的实在。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这玩意儿可不能瞎练啊！铁线拳非常讲究弩气使力，稍有不慎就会骨伤肚气，这反而不但不能延年益寿，甚至可能当场开席。所以未满18岁，脏腑器官没长好的，靠边稍一稍，小孩子可千万不要模仿。洪家铁线拳一共84式，其主要可以归为外绑手与内绑手两式。外绑手属外功及手眼身腰马，内绑手属内功及心神意气力。它以刚、柔、逼、直、分、定、串、提、留、运、制、定12支巧手为经纬，阴阳并用，以气透劲。由此可见，洪家铁线拳更注重巧马稳劲，内外合一。例如铁桥三当年一手铁线拳绝技叱咤江湖，甚至当年广州河南富商蔡赞富家子弟伍锡官曾先后聘铁三桥至家中授医，更是后来将此绝技传给黄飞鸿，黄飞鸿将其誉为洪拳至宝，保留于世。不过说了这么多，许多人或许有疑问，你这不对劲儿啊！功夫中人家的洪家铁线拳可是带变身器的，看看那个娘娘腔，人家带上铁环，立马暴揍斧头帮。事实上，最早开始练习洪家铁线拳时，并不需要铜环这种器械，但是随着功夫不断深入，铜环携带就有了一定必要。对于武者而言，手臂有气无力是非常关键的。臂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在单挑中能不能干趴对手，所以当铜环加入其中，无疑是增加臂力的好办法。毕竟能套着这么重的铜环还能输出的，臂力肯定差不了。另外，铜环还有增加威力的作用，别看是在手臂上，这玩意儿要砸下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更有离谱的，电视剧里还有拿内劲直接给铜环甩出去的画面，那个属实太离谱了。正常来说，在臂力的不断增加后，铜环只会带来正面作用，例如增加威力、防御长兵器等。当然，铜环怎么增加、什么时候增加，还是要看个人的武艺练习到了什么程度。不过要说防御长兵器，洪家铁线拳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说到底，即使一个人的拳法到了世界之巅，不还是血肉之躯吗？你真让他拿手臂挡刀试试，一刀下去，他要不躲，我只能说他脑子有毛病。所以这套拳法身为近战，对于长兵器的放风筝实在是没招。不过在增加铜环后，什么长兵器压根不好使，大家都是金属制作的，你想给我这么厚的铁镯子给砍断还真不现实，双手一举就能轻松抵御。甚至有些铜环玩的贼溜的先辈，人家能在铜环的缝隙中卡死敌人的兵器，让其根本无法输出，极大的限制了对手的伤害。当然，
洪家铁线拳在实战中还有另外一种作战方式，由于一直以来使用铜环训练，臂力早已超脱常人，所以在作战中，铁线拳往往以防守为主，不断的制造或露出破绽，让对手突袭，极大的损耗敌人的体力。这种以逸待劳的王八阵作战方式，往往让对手非常的难受。我们来看功夫中裁缝铺的这场战斗，就会发现，当时帝爵主动偷袭，但在洪家铁线拳面前根本讨不到好。屋内铁线拳破坏的痕迹明显高于普通拳脚，这要是砸在身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不是屋外天蚕在外偷袭埋伏，铁线拳又没有高深的内力，这才惜败天蚕地缺。但如果论单打独斗，这俩人还真不是对手。猪龙城寨的3大高手得罪斧头帮后想要离开，五郎八卦棍、12路弹腿和洪家铁线拳就展开过一段较量。在破坏力上，12路弹腿极强的破坏力触目惊心，但洪家铁线拳也不遑多让，在破坏力上同样很强。同时，由于铁线拳作为手上功夫，它的命中率更加精准，速度也更快，再加上常年的铜环练习，在耐力和速度上都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如果说当年这3大高手过招时间再长一点，那么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首先，五郎八卦棍虽然攻守兼备，并且是长兵器，它虽然占据一些优势，但也仅仅是能欺负一下12路弹腿，而且还要注意不被近身。这要是近身了，立马拉闸。但如果面对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实在是不好发挥，武器打在铜环上，伤害并不高，而且还很容易被击折武器。当然，铁线拳和12路弹腿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人家毕竟手上有武器呀，真给你腿上来一拳，肉体凡胎，扛住硬金属攻击，怕是当晚直接去医院挂骨科了。所以在我看来，猪龙寨的3大高手，铁线拳大于五郎八卦棍，大于12路弹腿，尤其是战局持续时间越长，洪家铁线拳的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绝对能虐杀其他2人。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功夫而言，永远都只存在相对强大，洪家铁线拳更是如此。他对个人使用者的实力非常看重，在弱者手中或许他也仅仅是强身健体的工具，但在斗宗强者手中恐怖如斯。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